这个气功其实是中国的一门医学啦，后来就是跟佛教，因为是一些师傅在练这个功，就是跟佛教结合起来，是不是这样的一个来龙去脉？是这样啊，是这样啊。也就是说，师傅写了这些东西，他就也这种普度众生的这种目标啊，来帮助一些需要的人啊。对。这气功的原理就是说把人体用一种那种能量啊，让人体的这个阴阳平衡啊，改变它的原有的一些不良结构。你看、中医也是强调这一点的，就是说那个中医的认识是这样，但是他想改变它很难哦。他中医看病主要以诊断学加上这个针灸啊，或者是现代又有一种叫小针刀、竹寒毡创建的，包括一些汤药，它的改变是很漫长的。比如说他治一个偏头痛病吧，他首先要辨明他偏头痛是他的病因病机啊，要找明他的病因，找准了。或者用针，或者是下药。用针，它也要一个很长的时间才能作用。用药呢，它首先吃下去要靠胃吸收，然后吸收之后呢，经过过滤，把所有的这个有效成分直达病所，对你这里痛或者这里痛，它是把药物在这里产生作用。作用以后，它慢慢产生效果。你吃下去10分药，真正产生作用的可能1分，可能是半分。气功不一样。发放多少得多少，在里面才能直接作用，而且速度是几秒钟之内进入，几秒钟之内产生作用，它来得快啊，而且多做几次，根本问题就解决了。但是医药和佛教实际上形成了什么？医和药是2个独立的东西了，医是医，药是药，医药佛包括武术气功。实际上，经常性的会连在一起。那么现在呢，我们传承的也不外乎有这么一个含义，就是我师父他就是出家人，我们跟他学到的、继承的，也就是他今天这些。我们在他这个传统的基础上呢，是加以自己的一种叫什么呢？叫演练嘛，就是我们是读书人啊，后来又加以这有关学院啊，做一些深造，达成了现在的这种自成一体的学术，也是一种学术嘛。像我师父他们呢，他是传统医学，我们呢传统医学加系统医学，就是比较系统化，就学的全面是属于知识化的东西。功夫这个东西必然要练出来才叫功夫，你没有练好，你也说是功夫，你只能说是这个大陆叫三脚猫。就是说，三脚猫的东西呢，也不能说它一点效没，它有一点效，但是不能达到目的。所以说呢，不能达到目的的东西呢，也就是说一个学生啊，学了个3年级、5年级，文化太低，不能写文章，是这样。你说认几个字还可，你说写文章、做出列传，那就太少了。这个就练功一样，你学了3招2式。就游走世界，说是气功大师、中医大师，都不合规律。所以这样吧，这个气功这个东西呢，我们讲了再好，我们没有用，我们来表演一点点，给那些人看一下。你看看这个方法要好，就在你的笔下来多美言几句，好吧？你找一张报纸来，随便什么报纸。普通一张纸的啊，一张纸的，都可以。我们没有订报纸，没有，这个纸都可以了，这是条纸，条纸可以了，都可以。好，这条纸，条纸了，这个不能不要的条纸这个就站过来帮个忙，你让开一点，你站这里，站这边，翻低一下。看到了吗？看清楚了吗？
看到了吗？啊？看清楚了吗？所以说呢，产生强攻辐射，比如说有乳癌，一打里面外面不怎么样，里面的瘤会有感觉痛楚？当然会有会，但是它是一种普通热啊，感觉到好像是一种火在烤啊，但是能忍耐得住。这个就是一种能量的，这样一种能量，就说呢，你是看不到这个气出来，对不对？但是呢，它有强大的能量。你为什么那个脑瘤开刀都不能开，开了不好死掉了？那么在中医解决不了，西医又不能动手的情况下，这个是最安全的。他一不开刀，二不打针，三不吃药，就不要打。所以呢，对一些风湿痛啊、骨痛啊，也就是说。中医呢，它还要分科的，内科、外科、妇科，什么科，西医也得要分。我们这个气功，它没有科，你从头到脚哪里不好，它都可以用气来解决它。也就是说，它不认病啊，它只认你是好的、不好的两大类。它是不好的，它会识别，它会把体内一些不好的赶出来；好的，它会自己保留下来。它不但能保留，而且它能够促成身心，比如你里面有淤血堵住了，现在高血压、中风、半身不遂、嘴巴歪了、手指长了，是吧？你打过之后，可以把里面堵塞的那个淤血化掉。中风的人他都是血管堵住了嘛，那么他把淤血化掉之后呢，会把这好的一侧的心血调过来，产生平衡，同时呢，他又能生心血。那为什么那个中风的病人能看得好呢？但是看得好是有范围哦，很多高血压、中风。只要他神经线没有破坏的，全部都治得好，利用气功。假如神经线破坏掉的，那就永远治不了。就像一棵树，你把它挖起来，把那个根用火都烤焦之后，那个树再种下去，20个神仙也搞不活，就观世音来也没办法，是不是？所以在神经线没有破坏的情况下，那个中风病号可以讲看一个好。当然了，它的局限不在于哪一种病。那种比如讲那个几率会很高嘛，治愈率概率啊，治愈率是吧？治愈率相当高，相当高。相当高。